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女演员长相有多重要？看《白月繁星》中的白鹿和带鹿娃就知道了。经过千辛万苦，电视剧《白月繁星》终于上线了，直接蹿到平台热榜第1名。剧中有很多我们熟悉的演员，比如韩栋饰演的冷泉公主郑宇，心狠手辣，眼神凶狠，一出场就嘎了好几个小兵。只不过他的对手是男主，看来结局不会太好。说实话，韩栋这回真是找对角色了，毕竟他特别会用眼神搞事情，反派就得有这种人来撑场面。哎呀，咱们的萨顶顶这次可真牛，他本来是个唱歌的，但现在居然跑去演孙观主，这演技完全不尴尬，观众们看了都觉得他在影视圈混得开。相比于上面2位，我更关注白鹿饰演的白硕和带鹿娃饰演的福灵，毕竟在这样的古偶剧，颜值和演技都在线，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关注。这位女演员的面子真的是相当要紧啊！白鹿饰演的白硕，白鹿94年落地，现今刚满30，这年纪演古装剧完全没啥问题呀。这也得益于她之前饰演过很多古装戏，比如《凤求凰》中的霍玄和乐运两角，《周生如故》中的崔氏独女崔时宜，以及《长月烬明》中的岳西雾、黎苏苏和桑九三角等。这回在《白月繁星》中演白硕，白鹿的颜值还是那么顶呱呱。30岁的人能把20岁的灵动和活泼演得那么好，真是个神奇的姑娘。其实白硕小的时候特别顽皮，结果偷溜出家门跟姐姐玩，差点被妖怪抓走。幸亏范月敖瑞彭氏及时出现救了他们俩，他从此下定决心要报恩，才开始对修仙这条路念念不忘。他尝试过买法符、够仙籍等各种花招，结果显然没啥用，成仙没戏。于是他跑去找孙观主，软硬兼施地逼问他成仙的秘诀到底是什么。不得不说，白鹿这时候的表情太可爱了，一张白皙的脸上没有丝毫皱纹，不知道还以为他才20岁呢。光看脸他可爱的不行，行为也跟着调皮，毕竟孙观主那模样可没啥仙气，根本不像能搞清楚什么成仙的法门。结果他依然信了孙观主的话，跑去不羁楼找仙人，也就是不羁楼的种范月。明显这不羁楼里不是大仙儿，倒是妖王范月在这儿晃悠。白硕一到这儿，看见范月就觉得这小子真是有点牛逼哄哄的。说真的，这部剧之所以不千篇一律，是因为男女主初次见面时没马上就变得恩爱缠绵，反而女主差点因为男主小小的一个动作被处理掉。幸好那会儿在大家族的地盘上，男主没下手。然后没想到白硕一激动，竟然把那无念石给震动了一下，范月这才对他产生了点兴趣。后来白硕又跑到了不羁楼，换上了另一身衣裳，虽然发型没动，但那身淡黄色的古装简直就是古代美女下凡了。还的是你白鹿，2集3套古装，每一套古装都这么好看，光是欣赏颜值和造型就很有看点了。本以为这就是白鹿在剧中的颜值巅峰，没想到后面她又换了一套粉红色的古装，一颦一笑都很有少女感。当白硕的老爹为了城里的人们拼命，以剑作为最后一招自个了断后，剧情就要转个弯。白鹿演的白硕一身白衣古装上阵，连头上的饰品也跟着变成了白色，真是一片白茫茫。这时候他脸上再也没有了笑容，即使没有眼泪，也能够看到他的心情，楚楚可怜，让人怜爱。带鹿娃饰演的福灵，跟白鹿比起来，带鹿娃年纪小，演起戏来显得更青春啊。不过他在剧里演的是福灵，冷泉宫的妖君，听得郑宇的差遣，手段也是狠得很，刚一出场就把人给搞得厉害。做妖君的脸上不可能像刚出锅的白馒头一样，所
所以戴露娃饰演的福灵脸上的妆就显得有点重了。戴露娃的脸蛋本来就像个撇嘴的霸主，五官深邃的能挖眉，再加上这个妆，简直成了妖族的绝世美人，更有看头了。福灵目前来看，更像是一个反派，被振宇指哪打哪。比如当振宇得知无面石已经被女主吸入体内时，立马就派福灵去把女主抓过来。福灵一听振宇的话，那叫一个照办，立马就答应了。之前还乖乖听从振宇的吩咐，让那些毒药撒进宁安城，结果宁安城瞬间变成丧尸派对的现场。真不敢相信，福灵这小子真是太暴躁了。后来接到任务要抓女主，听见女主问了那么多问题，面露不耐，正准备动手呢，幸好这时候男主赶到了，福灵的计划就这样泡汤了。这妆化的妖媚的不行，嘴巴里说的都是狠话，简直就是个危险的美人儿，狠起来没几句废话。不仅如此，后来女主的爹，宁安城的大当家，也被他放出去的名毒给搞得痛苦不堪，简直生不如死。不过福灵可没有同情他，直接撸起袖子，用妖力把他体内的名毒捣鼓了一番。那张闪闪发光的脸加上得意洋洋的样子，看得我直起鸡皮疙瘩。这种逆天的大反派，后面咋可能洗心革面？真是让我对接下来的故事充满期待。戴露娃的长相把这个角色给整得活生生的了。结语：女演员的颜值到底几个意思？看《白月泛星》中白鹿和戴露娃就知道了。前面的那个是女主角白硕，穿衣服跟换菜似的，每集都能看到新古装，少女味儿满范儿。而后面那个演妖族福灵，就像是个心肠狠的蛇蝎美人，狠的不行。俩人现在完全就是不共戴天的仇敌。2. 白鹿白月泛星告诉我们，当戴露娃太惊艳时，女主可以打酱油了。古装剧又来考验我的审美了。这年头，古装剧扎堆儿上映，热闹的跟菜市场似的。这部《国色芳华》和《白月泛星》同一天亮相，再加上之前热播的《大凤打更人》，好家伙，这是组团来抢占我的眼球啊！尤其是《白月泛星》，猕猴桃平台靠它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，热度破7000，播放量更是蹭蹭的往上涨。不过，这剧的热度里，有多少是冲着剧情去的，又有多少是冲着演员的颜值去的？这就不好说了。白鹿好看是好看，就是差点意思。白鹿妹子从网红一路摸爬滚打到如今的当红小花，也算是经历了不少风雨。可四大普女的帽子就像狗皮膏药似的，怎么都揭不掉。就拿白月泛星来说吧，剧组为了衬托她，那幅画倒是真舍得下本，各种精致华丽，创意十足。恨不得把所有的好东西都堆在他身上。可咋说呢，就像一件高级定制的礼服，穿在一个身材略显普通的模特身上，总感觉差点意思。有人说白鹿的长相太现代，少了点古典韵味，也有人说她的演技还差点火候，撑不起复杂的角色。其实吧，白鹿妹子也挺努力的，为了角色又是减肥又是揣摩剧本，可有些东西真不是光靠努力就能弥补的。就像她之前演的《长月烬明》，明明是个虐心角色，却硬是没演出那种让人肝肠寸断的感觉。戴露娃反派也能让人心动。再看看戴露娃这姑娘在《长相思》里演的阿念，那叫一个娇俏可爱，我见犹怜。结果到了《白月泛星》，立马来了个180度大转弯，变成冷泉宫的妖君福灵。这反差简直比川剧变脸还快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她演的反派居然一点都不让人讨厌，一身黑衣，红唇妖冶，眼神里透着股狠劲儿，一出场就射杀对手，干净利落。这气场，这魄力，谁能说她不迷人？戴露娃的五官本来就精致立体，可塑性强，加上妆容的加持，
更是把茯苓的邪魅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比起白鹿的略显寡淡，带路娃的表演更具张力，也更容易抓住观众的眼球。要说这俩人在剧里演的还是一对姐妹，一个为了救另一个牺牲自己，结果另一个却爱上了仇人，这剧情想想就够狗血的。不过，也正是这种戏剧化的设定，才给了演员更大的发挥空间。白鹿和带路娃，一个被质疑颜值不够，一个被夸赞演技在线，也算是各有千秋。但这娱乐圈终究是个看脸的世界，颜值不够，演技再好，也很难出头。白鹿妹子与其在古装剧里死磕，不如尝试一些更适合自己的现代剧，说不定能另辟蹊径呢。最后，我想说，这古装剧啊，剧情固然重要，但演员的颜值和演技更是缺一不可。要是演员长得不好看，演技又拉胯，那观众还看个啥劲儿？你对这俩女主角有啥看法啊？喜欢不？